2月14号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开启为期1周的欧俄之行，并将应邀出席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王毅此访正值乌克兰危机即将走到1周年的节点，俄乌冲突有升级迹象，中美之间突发飞艇事件，在这特殊的时间背景下，此次访问将对中欧、中俄和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的和平安全带来怎样的改变和影响，备受全球关注。当地时间1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王毅首先向马克龙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王毅表示，中方始终视法国为优先合作伙伴，愿同法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开辟中法关系新前景，赋予中欧关系新动能，为推动国际合作和应对全球挑战做出新贡献。马克龙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马克龙强调，法方重视对华关系，认为法中加强战略对话具有重要意义。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法中应共同致力于维护稳定和平衡，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集团对抗，避免世界分裂。双方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王毅强调，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坚持客观公正立场，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中方重视法国独立自主的大国作用，愿同包括法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探索政治解决路径，尽快实现停火止战。当天，王毅还会见了法国外长科隆纳。在16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介绍了王毅此访，并表示这是今年以来中法中欧之间的一次重要高层往来。中方愿全面重启两国各领域对话交流，尽早召开新一轮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为两国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明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双方可共同策划纪念活动，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和社会基础。王毅此行还将访问意大利、匈牙利和俄罗斯，并应邀出席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外界注意到，王毅是中共20大胜利召开之后访欧的中国最高级别官员，也是新冠疫情爆发3年以来第一位线下出席慕安会的中国高级官员。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这2年来因为美国加大对华打压等原因，中欧关系遇到不少困难，但双方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和矛盾，希望中欧能加快重启高层交往与经贸合作等，让中欧关系重新热络起来。据中国外交部介绍，今年是中国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王毅访欧将拉开今年中欧高层交往的序幕。事实上，自去年年底以来，中欧高层互动频繁，中国接待了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到访。今年，中国还有望迎接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欧洲其实呢，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和我们中国的观点是一致的，比如大家呢都讲究这多边世界等等，所以中国就要找到和欧洲的一些共同点。那么从政治角度、外交角度，那就是欧洲和美国不一样，美国讲单边主义，讲霸权主义，欧洲讲多边主义，再有包括气候问题的解决啊、经贸关系啊，还有欧洲很关注新能源的领域，这中国也有强项，所以大家多找一些共同点来夯实中欧关系，之后呢就会渐渐的回暖，因为欧洲国家也是越来越务实的。俄罗斯也是王毅此访重点。访问期间，王毅将同俄方重点就下阶段中俄关系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等深入交换意见，并将以此访为契机，同俄方一道推动双边关系继续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方向稳步前进，维护双方正当权益，为世界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呢，很快就是1年的时间了，其实对世界方方面面的伤害都非常之大。那中国一直主张的是和平，是要用政治的、外交的手段、对话的途径来解决问题。那这次中国很有可能呢，也是让王毅主任去带一些消息，或者说提供一些中国的方案，看看俄乌之间这个战局是不是会有一种其他形式的解局。所以不排除呢，中国要为俄乌战事来提供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也就是说，还是要给世界去带来一些和平的希望。外界高度关注王毅此次行程。从中方发布的消息可以发现，王毅此次外访有以下特点：
时间长，从14号至22号，行程紧，一站连一站，紧凑密集，形式丰富，双多边结合。尤其令外界关注的是，王毅此行恰逢俄乌冲突即将届满1周年的特殊节点。近来，西方军援基辅、制裁俄罗斯持续拱火，随着1周年节点临近，俄乌双方似乎都有扩大攻势的迹象。另外，中美近来突发飞艇事件也为本已紧张的大国关系再添变数，这也让王毅此行的多边议程出席慕安会变得更加引人关注。针对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地缘政治紧张的形势，王毅与会期间将就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阐释中方主张，并将在中国专场活动上发表演讲，宣介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阐明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结合会议主题就重大国际问题介绍中方立场。需要指出的是，慕安会是欧洲的主场，主题是地区安全。传统上，慕安会以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为重点议题，它常常被认为是展示西方团结的一个重要平台，也被称为跨大西洋的家庭聚会。今年慕安会的特殊之处，除了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的背景，主办方还邀请了更多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与会。会前通过报告透露，慕安会旨在促进和平解决冲突的基调。主办方同时还传递了希望成为中美对话而非对抗场合的声音。中方此次在慕安会将发出怎样的声音，对全球和平与安全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备受世界关注。慕安会这个场合呢，其实中国也可以把我们去年提出的一种全球安全的治理观，在这里再全面的，再来清晰的来讲解一下。因为在俄乌冲突之下，包括中美关系不好的过程当中，很多西方的政客、西方的媒体呢，在妖魔化中国。王毅主任如果有一个比较西方的平台来讲一下中国的全球安全治理观，那其实对于中国和西方打交道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彭博社及路透社13号分别引述消息指，布林肯正考虑在慕安会期间与王毅举行会晤，不过前提是双方都同意。外界注意到，中美双方均对这一说法低调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称，相关会晤还未写入布林肯的日程表，但美方正不断评估外交接触的机会。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也表示，相关问题暂时还没有消息可公布，但指出美方愿意在符合利益的情况下与中方进行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号在被问及这一问题时表示，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受这个所谓气球的干扰也非常之大。那现在这个事情呢，是究竟很快能够降温，还是说美国加拿大等一些国家呢，继续把这个气球事件变成一个热气球事件？所以慕安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场合。那既有可能中国和美国的高级官员就面谈了，因为这种面谈比线上的交流这个效果要好很多。世界还是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快一点稳定下来。